跌转向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中工小米。今天这个牛逼了，2米长。今天要盘一个2米长的，2米呀、过来安装，心里属实有压力，但是接了咱就得干。验货的时候完好无损，没毛病。像这么大柜子容易破呀。这个厂家带了一个3角支架，我问了一下厂家，人家说3角支架是支撑柜底的。那好吧，直接给它固定在这个柜体中心。柜体加那个台面刚好是50公分。我们安装高度是80，所以说这个支架的安装高度是30。全瓷砖的打孔有点麻烦。这个厂家配的是2出水的脚阀。它这个1.9米的柜子啊，1.9米的柜子有一个支架，厂家带了一个支架，然后这个支架我问了一下，它是要打在这个柜体下面。由于这个螺丝比较长，然后我就换了直接上冲击钻，用玻璃钻头打好孔以后，直接就上冲击钻来打。我觉得那个3角钻头有点短。我操，这个打出钢筋了。真的打出钢筋，打不进去，深度不够了，坏了。但是这个还有解决的办法啊，这个螺丝可能只能扎进去这么一点，所以说这个螺丝要做一下改装。这个螺丝长，我们不可能说是到了现场让业主再出去买吧，也没有那个时间，业主都上班都跑了。现在这个螺丝就是我给它切一下，把这个弄短了。4口切个2公分。这样子的话，这个螺丝就可以用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安装，看到没？这个就是我们加工过的螺丝，完全没有影响。这个柜体还是属实有点重哎。这个架子打好以后，非常的有用。我们柜子直接放上来以后都没问题，然后就地取材，这有这个小桶，给它支个腿儿，这样是不是更好了？现在先画好孔位，要标一下孔位，再拿下来，再打孔，打完孔再装上去。像这种的，它这个组合角是2个，然后我们任选一边打1个就可以了，没必要打2个。
打完孔，这个渣子不好退，用这个平时用这个内六角朝这里边一顶就出来。它这个只留了一组水管，它这个就是将来这边的水管要从这里过，这个缝儿的话估计是过不去，从这儿给它开个孔，穿水管。这个板层还不错的，多层实木板。这个工具呢是水泵钳。您这个也挺方便，重点来了，哎，这个台面是岩板的，这个比较重，把自己逼得没有退路的时候，我觉得一个人也能搞得定。单人操作风险巨大，切勿模仿。1.92米，我操！老重，太重了。安装下水器，在这个接口的部位打点玻璃胶，这个拧上去是100%不漏水。这个管口太小，插不进去。把它往那侧一下。这个大镜柜3面镜子，然后这个柜体呢长度是1.8米，这个相对好安装，因为我们装的时候要把这个镜子拆了把顺序搞对，方向搞对，不要搞错，搞错的话组装的时候比较麻烦。有师傅说：“米师傅，只见你劈头上套了个磁圈，从来没见你用过呀。”这不就用上了吗？这个柜子厂家没有开孔，然后我们自己找合适的位置给它开孔。我们在现场干活的时候，方法一定要搞对，方法不对，努力白费。干活的时候没有一个好的清晰的思路和方法的话，你力也出了，满头大汗，最后这个活儿还是干得不尽人意了，对自己都不满意，那是不行的。行嘞，这完美了。气管，现在我们这个就称好了，就地取材。如果有两个吸盘的话，你看这边吸一个，这边吸一个也可以。怎么说呢？这到了现场灵活应用，有什么能用的都给它用上。这个笔线有点短了，把它给它拔长一点，看就这样。这个记号笔呢，经济实用，就是我们小孩画画的那种。业主跑过来说，他这个柜子是自己测量的，然后定做的，这个尺寸测量的相当完美。他说他自己测了3次，按的就是好。哎，对。他自己也是思路清晰吧，就是自己该要多大的，做出什么样的效果，心里有预期，有判断。其实这样的话，反而我们干活比较好干，因为问题比较少。
拆这种阻尼轨道下边是有一个小螺丝的，螺丝拆了就可以卸下来。现在把这个挡水条给它粘一下，然后收边的话，它后期会用美缝剂。这个整体效果现在就出来了，还是很不错的，非常大气。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拜拜。